司马炎是复杂的，他不是从战争中历练出来的军事领袖，也不是在敢于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政治家，他只是承接了父兄篡夺江山的果实，生长于深宫中，混迹于大院的一个贵族子弟罢了。他是出了名的宽容，两晋南北朝期间再找一个像他一样宽容的，也就是苻坚一个了。顺便提一句，这俩人是同样的，先后都统一了国家，又分崩离析了帝国。司马炎力排众议，消灭吴国之后，上祭苍天，下告祖宗，有一些骄傲，便问纪检干部刘毅说：“你看我跟汉朝的哪个帝王比较像呀？”刘毅没好气地说：“你跟桓灵二帝差不多。”司马炎震惊之余，强忍着不发火，说：“我虽然比不上汉高和光武，但也不至于跟桓灵比吧？”刘毅说：“桓灵二帝也买官卖官，但是他俩搞钱是为了充实国库，你卖官的钱都进了自己腰包，还不如桓灵呢。”司马炎只能强行挽尊，微微一笑，说：“桓灵一朝可没有你这样应对皇帝的臣子，而我朝有，说明我比桓帝灵帝还是强那么一点点。他还是我晋第一诸葛粉。”对于这个敌对国家的丞相，司马炎也是大加推崇，曾经满含遗憾地说：“如果能得到诸葛亮的辅佐，我今天一定能创造出更大的功业吧。”他还下令让陈寿、荀旭等人去搜集整理诸葛亮的文章作品、公文、材料等等，编纂成《诸葛事集》。书成之后，爱不释手，如获至宝。他还在军队当中大力推广诸葛亮的治军方略和战术方法，并亲自安排干部成立专班，把诸葛亮的军事思想进行理论化的推广和实践。他还给邓艾平了反。当年邓艾灭蜀入成都之后，居功自傲，喜欢托大，搞得自己好像真的是首都来的大院子弟一样，然后就留下了口实，被真正的大院子弟钟会阴了一道，扔到囚车里，后来死于乱军之中了。虽然邓艾是父亲司马昭下令抓的，但在太史9年，司马炎还是下诏给邓艾平反，并表示了同情。对待另一个敌国的君主，司马炎也没表现出颐指气使。司马炎与王继下棋的时候，王继把腿伸到桌子下面，有些无礼。司马炎倒是觉得无所谓，问了在一旁的孙皓一个问题：“你在吴国的时候，为什么那么喜欢泼人的脸呢？”结果孙皓像吃了枪药一样说：“您脾气好呗，要是我像王继这样在君王面前无礼的，我早给他剥下来了。”司马炎微微一笑，孙皓亡国之君，浑身上下也就剩嘴硬了，也没跟他较劲。他对自己的家人，除了弟弟司马攸之外更是格外宽纵。贾南风性情酷虐，他一直没能够怀上司马衷的子嗣，却因为嫉妒别的妃子怀孕，亲手用戟刺向孕妇，婴儿随着手戟一同落地。司马炎知道之后雷霆震怒，这儿等着抱孙子，没想到孙子让贾南风给送到地府了，于是想要废了贾南风太子妃之位，却在杨瑶、荀旭朝中一众大臣的劝导之下草草收尾，当作无事发生。他还对愈演愈烈的党争始终保持着克制。尽管上期我们在齐王出阵事件中列举了一大批被免的朝廷重臣，但司马炎的确实从来没有直接下令杀人，最多也就是个免官。如果这种汹涌的党争情况发生在汉武，那估计早就死了几万人了。参见巫蛊之祸，连丞相都杀了3、4个了。如果这种事儿发生在魏武，那曹操眼皮都不抬一下就给你砍了，完事儿了还要写文章骂你。参见孔融事件。李世民说司马炎宽仁，也确实没有妄言。他在言论管制上也比较宽松，民间有人跑到大马路上骂他，有关部门按照规定要给这人砍头，司马炎竟然出手保下，还自谦地说是自己品行不行，所以老百姓才骂，颇有一番黑色幽默的意味。更别提我们在第1期说到的意识形态管控，高层喜欢斗富，司马炎不仅没有制止，反而与民同乐，参与其中。然而宽仁不仅没让他得到像汉文帝那样宽简待民的美称，反而是他助纣为虐的毒药。武帝司马炎也试图解决一些问题，但他总是在问题的边缘徘徊，发现了矛盾的根源却不去解决，而是围绕矛盾造成的结果缝缝补补。例如面对大地主大贵族把持官位，司马炎特地在9品中正制里设立了韩素一科，即经过认定之后，寒门子弟可以被认定为2品高官，试图让下层人士走到高位。在这补充一下，1品几乎无人认定，是虚位，2品已经是最高级了。但实际上呢，各级中正
根本就是应付差事，懒得考核，直接判定这些寒门为下品，只配从八品小官做起。可怜这些寒士啊，拖拖一生也赶不到大士族刚参加工作时的岗位级别。又比如前面怒斥司马炎的刘毅也曾经上书指出九品中正制的弊端，希望对此制度进行改革，抑制阶级固化的趋势。司马炎呢表示非常认可，把刘毅叫过来，又是进行专项汇报，又是让刘毅与魏冠调研以前乡议制度是怎么选拔人才的。然而最终呢，帝竟不施行，不了了之了。再比如灭吴之后，西晋又开始新一轮的祖传党争，王浑和王俊争功。王浑是高门圈的自己人，是太原王氏，父亲位列三公，妻子是钟繇的曾孙女，儿子迎娶了晋武帝的妹妹，是我们大晋根正苗红的大院子弟。由于是王俊攻入石头，接受了吴主的投降，抢了大功，于是在灭吴之战之后控告问责王俊不听从指挥。而王俊呢，虽然史书上也说他是出身世家，但他的履历却是从地方小官一步一步做起。要不是前任伐吴总指挥杨户慧眼识珠多加提拔，王俊估计就要在地方蹉跎终生了。王俊面对控告则表示，战况紧急，部队行军过程当中没有收到亡魂节制的命令，因此无法听从指挥。这件事情经过有关部门研讨判定之后，一致认为王俊有罪。不仅如此，洛阳官场还对王俊开始了集体讨伐，试图利用司法程序直接把王俊给杀了。然后王浑又指示周俊上表说，在灭吴过程中，王俊私自扣留了很多的吴宫珍宝，有贪污腐败行为。再然后有关部门又检举说，王俊在战斗中烧了135艘战船，这是破坏装备、浪费物资，建议直接抓了下狱。还没完，等到战争中的遗留问题都解决了，王俊升任辅国大将军。这时候有关部门又跳出来说，辅国级别很低，不能配备参谋人员和相关公务用车，要求武帝把王俊的待遇都给砍了。最后武帝实在没有办法，答复百官说，辅国大将军确实没有相关待遇，你们是对的，你们赢了。然后下旨以天子个人的名义赏赐给王俊配备参谋和公务车的待遇，算是最终把这件事儿给调和了。回忆二王争功事件，洛阳有关部门对王俊的打压和厚此薄彼几乎到了不加掩饰的地步。王浑示意下，各部门之间的党同伐异昭然若揭。然而武帝不去解决党内有派的问题，不去统一思想、团结一致、凝心聚力，反而呢试图通过平衡斗争的结果来使双方都满意，对朝堂不公和派系倾轧选择避而不谈，视而不见。结果呢，平衡来平衡去，王浑去见王俊的时候，王俊要在家里安排警卫防备才敢见。前夕至此，司马炎的平衡起了作用了吗？王浑、王俊二人将相和了吗？由于江山不是打下来的，导致晋朝的皇权极其衰弱。司马炎的人数恐怕不只是因为他贵族温和的气质，更多的是无奈之举。司马家本不是东汉时期的经学世家，更不是西汉元勋的后人。那群世家大族连曹操都看不起，会搭理你一个新贵吗？只不过是司马防、司马懿父子二人，尤其是司马懿，在曹魏接班人全部早衰的偶然际遇下，在魏国朝堂左右逢源，善于经营罢了。篡位的过程中，由于各种政治勾结实在是错综复杂，虽然也有了残酷的各种夷三族，但是有太多的利益集团不能触碰。例如钟会谋反只处理了儿子，关秋俭谋反他老婆荀氏离婚就可以保全自己等等。等到建国的时候，晋使用的还是原来魏国那套系统，一架只适用于曹氏的羸弱而破旧的机器。因为晋朝的江山是世家大族投票选出来的，所以必须要给这群人让利，争取他们的支持。不开国还好，开国了就必须把好处给兑现。于是按官品高低、占田、姻亲、姻客的制度，直接让士族迎来了全面发展。做人上人有官方政策的支持，门第越高，当官越大，祖上越牛，就越是能合法的占有各种生产资料。此情此景，官僚资本主义反动派见了都直呼内行。那群呼风唤雨的公卿，诸如裴秀、何曾、荀乙、王审、贾充、荀旭等，他们是像萧何一样整肃内治了，还是像樊哙一样厮杀战场了？是像魏霍一样扬帝国之威了，还是像凉州三明一样抵抗蛮夷异族了？哦，
原来都没有。咸宁配享12功臣里面，开国勋贵们和皇帝本人并没有生与死的考验，也没有铁与火的淬炼，他们只不过是通过派系战队和政治投机才形成了所谓的勋贵阶层。同样是开国功臣，跟汉初汉高祖那群沛县起义的老乡兄弟们相比，他们在朝既没有巨大的威望，于国家也没有耀眼的成就。他们或许很有政治才能，但是通过认了一个好主的司马家的方式，参与了群压的盛宴，又能让几个人心服口服呢？晋朝开国之后，这些人的职责就理应从投机战队转向富国安民，但是很遗憾，他们的智慧没有经过残酷的考验，他们的意志没有战火的洗礼，他们的品德没有生死的涤荡，他们窃喜着坐上公卿高位，又昏昏然走向堕落。八王之乱前，整个晋朝在各方面的改革颇多，却都是苟且应付之事，改革力度极其浅显，胡人问题、党争问题、土地兼并问题都出台了一大堆政策，可是没有一个是真正去解决问题的。各项改革当中，晋朝尤其不敢去触碰任何一个王朝发展到后期最关键、最致命的问题之一——阶级固化。当年曹丕接纳9品中正制以后，阶级固化现象本来就已经有所明显。晋朝的建立不仅没能解决这些问题，反而因为对士族的让利、妥协和赎买，把正在固化阶级、剥削人民、挥霍国帑的那批人推到了更高位，天天没正事儿就是斗富、吸毒、杀人。回想40年前，有谁敢在曹操面前炫耀富贵、大谈特谈奢靡享受呀？当年粮食减产，曹操颁布禁酒令，孔融因此唧唧歪歪表示反对，就已经让曹老板动了杀心。如今在我晋呢，不浪费、不奢靡、不发癫，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权贵。那么看到如此情景，那群人生无望的年轻人会怎么办？眼见着这辈子无论怎样优秀、怎样奋斗，都达不到父辈、祖辈他们年轻时通过努力理应实现的成就，该怎么办呢？躺平吗？委身豪门做奴才吗？还是变成一个个嗜血的恶魔，怂恿着年轻的王爷攻入京城，砸烂那群装神弄鬼的王侯公卿呢？最后再来点阴暗小故事吧。西晋末年，全社会全阶层都在酝酿着一种情绪，或是灭晋自代，或是大杀晋官，或择胡为主，或割据江东，或偏霸边州，或归隐不仕等。总之，除了少数豪杰如祖逖、刘琨等之外，没有一个群体试图解救大晋。全社会普遍存在着反晋、弃晋、灭晋的心态，这是为什么呢？拜拜。